好的，来看看啊，今天小狼是给大伙带来一个最新出炉的双人合秒啊。这个视频呢，这个也是万众一心了。其实呢，这个视频呢，跟大家伙讲一下啊。以前咱们都是说那个无蹲秒什么玩法，比如说大神之路版本，或者说是原版，然后用什么什么云珠啊之类的。那这一次呢，咱们用的是云飞，然后呢秒20，在云飞秒20的基础上呢，咱们只用蹲秒秒了左慈啊，只用蹲秒秒了左慈，因为咱们用的是张飞嘛啊。所以说呢啊，咱们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 QQ 平台的操作玩家啊，玩家分明叫做威风堂堂以及蹲狗啊。这个为什么叫蹲狗呢？我就不知道了啊。这个咱们按理说这个秒杀叫对啊无蹲秒杀，然后就叫蹲狗，这个有点可爱啊。这个当然呢，因为左慈这个是整个游戏当中最特殊的一个人物啊，虽然说他并不是最后一关的 BOSS， 但他是最特殊的一个 BOSS， 所以说。没办法，他就是用张飞和赵云的话，就只能是要蹲秒了啊。当然这是原版啊，这是原版。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也是最新的一个秒杀玩法。也就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大伙应该能了解啊。现在啊，就是小狼说，哎，小狼，你现在解说《三国战记》的原版的秒杀怎么那么少了呢？大哥，一共就这么些人物，一共就这么些组合，这个秒20了，那个天王秒20了，这个无蹲秒20了，那个又不升级，怎么不升级可能是不能的啊，这个又不那个什么啊，比如说那个又没有赵云秒20，梦幻秒20，四人秒20啊，就玩到最后你会发现没有什么素材做了。对吧？当然呢，咱们不排除有一些高手呢，又打出另外的方案，比如说华丽一点的也可以会做，但是太难了，因为你要知道啊，想打出这么一个秒20，真的是那个有点难的，对吧？他首先有一个方案，然后再说啊，能晓得吧啊？然后那个包括那个《三国战记》那个一统中原。那个刚才咱们弹幕里面有人说小狼你对吧？你解说一下。我有一阵解说那个快解说吐了，你可能不相信，我只解说了一共得有6个视频，但是就这6个视频我快吐了，因为其中有一个视频3个小时，我操，2个小时56分钟啊！你是不是算3个小时？那这个一统中原那个无双版嘛，也是这个飞天雪的这个得意之作。现在呢，《三国战记2P》的这个对吧，一统中原无双版也出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啊，我确实是这个有的时候吧，像同一类型的东西吧，你不能连着做，对吧？你包括现在我做这个《三国战记》也是啊，你连着做，大家伙看着就看腻了，对吧？我今天讲张飞的故事，明天讲那对吧张飞他媳妇的故事，后天讲张飞的女儿的故事，大后天讲张飞的他女儿的对吧弟弟的小姨子的故事啥的，我这不讲吐了啊。对吧？你可能就讲吐了，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云飞兄别来无恙，云飞赵云张飞就云飞组合啊，对吧？这个马超跟赵云叫马云组合啊，这个都是组合啊。其实呢，这个然后呢，关羽和赵云叫关赵组合啊，关赵啊，请多关照啊，一样。咱们《三国战记》呢，大多数啊，你看咱们打秒杀呢，很多人都说，要不然小狼你做一个秒杀集锦，就是那么几分钟的。但是催眠党又不乐意了，比如说有很多人催眠啊，小狼你对吧？你赶紧解说视频，我也得看呢，对不对？啊，就喜欢听你这种逼逼赖赖，又讲相声，又能解说游戏那种逼逼赖赖的感觉。那开着车就放着你的这个音频，对吧？因为开车的时候可能画面不让你看嘛，对吧？啊。开车的时候可能就是不让你看电影什么的，好像现在也能看了。他怕这个司机分心，然后呢，有的人就在我车上放那个小狼解说啊，你懂吧？啊，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看看，现在呢是打到了第1关的关卡。正常的，很多人说有一些地图为什么它不进？这个就是它的方案啊。有的地图它进，主要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为了对吧控分，我不进就是为了控分，我进就是为了它里面有一些道具，或者说我想打气儿啊等等一系列。你像有的组合，假设没有赵云的组合，没有诸葛亮，你像这帮人打气儿都快，打气儿慢的人，你像有的人要双人合秒，可能会进到一些特殊的这个地方。好，可以看到赵云打法肯定是先手暴气白鹤亮翅大鹏展翅啊。飞轮起手，暴气白鹤亮翅，大鹏展翅，然后回身前引左，大鹏展翅，回身啊前引左。为什么要前引左呢？因为毕竟有一个他妈的小娃娃啊，血杀，这一追就没接满啊，无所谓。张飞再追，黄蜂大鹏，狂鹏式啊，非常的帅啊。
其实玩这个游戏，很多人还的配合好啊。你也知道啊，两个人不仅要开着 YY 啊，开着这个麦克风啊，两个人要连麦，而且呢，经过无数次的成功加失败加成功加失败，然后对吧？这回是秒19，那回秒17，这回这个 boss 没秒上，那回那个 boss 没秒上，终于打出了一个视频，才会投稿到我狼的这个，对吧？我狼的这个稿投到这儿来，哎，对吧？咱们看到的都是无数次失败堆积成的成功，就好比很多人给人洗脑啊，说小狼，你看人家那个人多厉害，对吧？对吧？咱们怎么就不行啊？我要成为像他那样的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啊！不要被那些成功学啊所洗脑。咱们玩这个游戏，说难听点啊，有的人有天赋可以练一练，有的人呢没有天赋强练啊也没啥意义，兄弟们啊，真的，你像我这个逼样的啊，我上去直接就。上去就被夏侯渊单秒，我告诉你，我有可能有的时候被那个孙姬单秒，就我这个逼样，我肯定是练不了了。但是我就说啥意思呢啊？咱们在这方面没有天赋，但是在另外的方面上，咱们可能会有天赋，所以说无所谓啊。但是玩游戏呢，重要的是玩，也不是为了有什么成就，那不是为了什么成就。像这个秒杀这个呢，我建议绝大多数人啊，还是说，如果你真爱好它的话，你得下功夫学啊，对吧？下功夫。对吧？你打不了主攻手，你可以打这个2P 嘛，对吧？你可以打那个，就副手，专门为了配合人秒杀那种，升个级啊，爆个气啊，练一练还是简简单单的啊。但是什么追地爆气后前手，这个手速跟不上，你也就白扯啊，对不对？好，来看看催眠系列。哎呀，这个催眠系列怎么说呢？好了，这个一顿卖血，嘿。嘿，张飞不想挨打，但是想要给赵云卖血，赵云又要控分啊。这里面打这个马啊，如果是不让蹲秒的话呢，应该就是在角落里面啊，应该在右下角这个地方秒，咱们就看一看吧啊。好，一顿前前左，突啊。1R大鹏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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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啊，123转身122，这个赵云这个人物啊，其实很多人问我，如果说就这个综合方面上，谁是最厉害的啊？就是无论是对于新手来说，还是对于近玩法来说，还是对于无伤玩法来说，还是对于速通玩法来说，还是对于这个秒杀玩法来说，什么人物是评分最高的？首先秒杀赵云 No.1 啊，这个确实是好的。先手爆气，我们先看一下啊，先不吹牛逼，一手招安状，一个毒标123啊，1234，123，这个好的，这个连招是在的啊。这个连招是在的，但是有一种嫌疑叫做什么呢？因为是招安状，他这招是必连上的，但是呢，明显看到这个 BOSS 啊，他想要反击的那一刹那是没有反击出来。但是呢，就这个秒杀的原理来讲呢，他应该是不算秒的，兄弟们啊，这个我个人认为是不算秒。但是呢，无论怎么样，他这个 BOSS 确实是防不住的，因为招安状了嘛，对吧？所以说你不算秒，他又秒了，也就算他秒了吧。我感觉是这样，这玩意儿吧，咱点说实话啊。这玩意儿咱俩说实话，咱不能说瞎话的啊，这有这个意思啊。包括这两位高手啊，我个人觉得刚才他是想用狼牙棒摆出了一个这么一个姿势，但是又被打了啊。好，我们看看接下来呢是走反路，然后9结账。这里面跟大家伙说啊，评分最高的人啊，无论是速通秒杀啊，还是近玩法无伤玩法，诸葛亮都是当之无愧的 No.1， 包括新手啊。新手你玩的话也是诸葛亮啊，就是你想都不用想啊，想都不用想了。但是呢，如果说是排第2的人呢，很多人问是谁啊？就是速通秒杀啊，什么什么都算是。对于新手来说，我个人感觉呢，白张飞，兄弟们啊，白张飞。要知道啊，首个这个秒20的是谁呀？赵朱嘛，诸葛亮。因为咱们诸葛亮既然已经第1了，咱们就不拿他说了。第2个呢是云辽啊，是赵云和张辽，是最简单的秒杀组合之一。第3就是云飞啊，然后什么关照啊、云雕啊才出来。那张飞，而且张飞对于新手来说也非常友好啊，血格非常多嘛，到24级那血格那么老长啊，大概有小狼的
对吧？那个地方那么长啊，对吧？那么老长，所以说这个张飞，而且张飞秒杀呢也是一把好手。速通尽管赶不上魔张飞，赶不上这个诸葛亮，赶不上白黄忠，但是呢也是仅次于他们之后的人了啊。同时再有一个事儿呢，白张飞这个人物呢，对吧？因为白张飞啊这个人物他的这个单秒啊也是还不错啊，虽然说比那些人稍微差了一点。当然，就这个近打法啊，白张飞也是独一档。近打法呢甚至是比诸葛亮还要厉害。这个近玩法最厉害的就是白张飞，就是你如果说，比如说我们曾经有一个非常变态的玩法啊，近 BCD 近血近必杀，近气儿啊近气儿，说白了就是你只能用上下左右加 A， 什么都用不了，连必杀都不让你用。就这个玩法，只有白张飞能玩啊。当然呢，如果 TAS 的话呢。马超赵云也可以，但是还不如白张飞啊，就是还是白张飞啊，没有跳，但是张飞有那个饿虎扑羊嘛，你懂吧啊？就是说这个意思啊，就是说白张飞是排第二的，然后才是赵云，因为赵云啊秒杀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说我把这个赵云排到了第3位啊，这是我这么一个排位方式啊。白张飞啊，这个确实是对于你看我就说了近玩法、速通玩法啊，近玩法第一，速通玩法排第4。然后呢，对于新手来说呢，我个人觉得啊，排第2啊，诸葛亮肯定是当之无愧的首选啊。诸葛亮虽然说血量没有张飞那么多，但是诸葛亮这人太厉害了啊！你用什么宝都能用，还能捡属性剑。对于新手来说，捡个兵剑还能秒马、秒张飞，对吧？你捡个兵剑，咱说打沙摩柯、打黄盖都非常厉害，对吧？咱就是你只要说会一手诸葛亮，普通难度基本上啊，只要你不是脑残，不是手特别残的情况下，一臂通关没有问题。但你要天王难度啊，咱们另说啊，天王难度另说。比如说我狼玩诸葛亮啊，普通难度一命通关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兄弟们啊。但是呢，这个然后再就是对新手友好的，其实我个人感觉赵云也还挺友好，但是赵云友好程度，我操！赵云友好程度呢，有的时候可能赶不上这个，肯定是赶不上白张飞的啊。好，检索大鹏展翅，这里面好追地挑起来，大百合亮翅接手血杀，2追1挑，百合亮翅，好的打了6连这回，刚才打了4连，3追挑起来，百合亮翅血杀血杀应该不够，没招了，接倒转了啊。他刚才一定要出那个将军印，因为在第3关呢还会有一个招安状，这个招安状要留给这个这个左慈的，也是唯一一个必须要用蹲才能秒的一个 BOSS 啊。当然呢，只是因为这2个组合是，如果是诸葛亮的话就不需要了啊。当然，如果是 TAS 的话也不需要的，反正是这个情况啊，你懂的，能晓得吧？玩流士。魔章新人不好玩的兄弟们啊，魔章这个新人对于新人不好玩是因为啥呢？血量实在太少了，就哪怕是普通难度，随便挨打个6下啊就死了。如果是 BOSS 的话，比如说尤其是像什么夏侯渊一个看刀啊，那他妈的一下就饭馆，你想吧啊。然后呢，白黄忠啊，新手友好的，我告诉你啊，你不要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啊，白黄忠你只需要记住一个基本连招，什么基本连招呢？就是5级之前1、2、3转身检索，1、2、3、4看刀检索啊。如果要是你不会，实在连这个连招你都不会，你就1、2、3、4看刀检索就完事儿，对吧？1、2、3、4看刀检索，就这最简单的一个招。然后呢，如果你要玩赖清兵，你可以不用气儿，因为他气儿无论什么必杀都是百步穿杨，渔网射虎，没啥意义。你就前手，哎，就是前手，一下能射3个目标。但你听我的啊，就新手来说，白黄忠是不错的，而且白黄忠很多宝他都能吃啊，而且白黄忠这个人上手特别快，到了10级之后，那个挥刀的速度跟赵云啊、张飞都差不多啊，都是到10级有一个质的飞跃啊，而且你只要用前手把分摊到分了啊，你可能会在第2关结束就到10级啊，菜鸟来说啊，高手可能到10级更快一些啊，反正你就玩吧，你就记住你玩白黄忠。这个前手是你的赖招，绝对的赖招之一啊！你把这个前手玩好了，至少这个小兵你就不害怕了，对吧？因为它是远程嘛啊，对吧？你这个就很厉害。
然后关羽我不太适合，关羽貂蝉不太适合新手玩的。你看啊，我前2天玩，大家伙知道，诸葛亮一币通关肯定没问题啊，咱就先说普通难度啊，咱不说这个天王啊，咱说普通。诸葛亮一币通关肯定没问题。然后赵云的一币通关我是真打出来过，而且是直播打出来的啊，大家伙也见到了。这貂蝉的5个币才能通关，你想想啊。魔张飞，我记得当年我玩这个天王难度的魔张飞，不知道是用了7个币、8个币还是9个币，我忘了，应该是用了好多币。魔张飞有它的优势啊，因为攻击力非常高。后来我魔张飞是打那个，反正是死了好多啊，反正是啊，就是玩这个天王难度啊，但是我玩过普通难度的魔张飞。我玩普通难度的魔张飞呢，我是这么设想的，我想要1币啊，就是通关能不能成？我发现肯定是成不了，因为后面的 BOSS 我也不会打。打这个左慈之前呢，我是这么想的，前面呢我还玩的真不错，我前面就死了1个人，而且还在张辽那儿克盾还成功了。然后呢，我打这个左慈之前，我想跳过这个左慈，结果没跳过去。啊！结果不小心把沙漠柯打死了，陆逊还没死，我一下就上火了。打左慈，我就直接死了2个人啊！本身一共3个人嘛，加1条命，3个人死了1条命，然后在左慈连死2条命，我就瞬间崩溃了啊，对吧？那你要跳过去用隐身衣，你可以跳过去，但是咱们还是不太会的啊。好了，这里边有杜康九啊。好，2个人为了求稳啊，一个血杀，一个前沿锁。其实血杀是最稳的，很多人说血杀给他打倒了怎么办？不用管他啊，你把他打倒了、打死了，这个你就搓他就完事儿了，他肯定会出的啊。好，一顿锁。这个赵云打气速度跟诸葛亮虽然说比不了，但是你可以看到啊，因为他打的节奏好，前锁转身啊，前锁 A 转身，前锁 A 转身，这种玩法呢非常好。很多人说为什么前锁 A 啊就能打气儿呢？为什么打气儿快呢？首先啊，你要知道怪物的这个血量呢，它是有血量的。你前锁对吧？你 A 一下血量是很高的，但是你前锁加上一个 A， 这个血量就变低了。很多人说哎，这很奇怪，这就是为什么啊？这个有的玩那个风云再起的，他打 BOSS 的之前都是先一个前锁，这个前锁是挥空的。就是这个前 A 啊，是打到空气上的，没有打到人，然后再起手 A， 啊，然后它可以破这个所谓的什么，就是多少个连击，可以多一个段啊，它大概是这个意思。反正你只要知道这个想法就好了。包括诸葛亮 A 小兵，对吧 ？A 2下就 A 死，但是呢，他要是前锁 A， 前锁 A， 前锁，可以打5下，你们懂的，可以打5下，这个就非常适合这个摊分也好，还是打气儿。好，可以看到小镖，再来一镖，漂亮。哈哈哈哈！对，那个叫空阵啊！哈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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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你说这个雷放一个不小心把那个梦幽给烧着了，那他妈气死了啊！那真的是气死了，我操！好，飞轮，其实如果有很多人秒杀他是不用爆气的啊。玩流士，但是你爆气2个人可以配合，对吧？张飞追地，赵云可以追，谁爆气谁可以追。你要是2个人都不爆气啊，我打的时候你接不了招的啊。这个就是爆气的优势。小的时候经常有的人说，哎，我连招，为什么我打 BOSS 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不能帮着一起再打几下呢？这个设计明显不合理啊。但后来发现啊，你只要爆气了，你的小伙伴再打，你就可以用特殊的招式去配合。这个是非常狠的啊！好的，看看大同展翅，听听听，铁甲兵打球的声音真好听啊！说白了，像这种铁甲兵就叫重步兵啊，重型的装甲兵。这个比如说陷阵营啊，来自于我们对吧高顺的部队啊，当然高顺的这人铁憨憨啊，我就不说了。对吧？然后呢，重甲这个骑兵，就是比如说曹操的虎豹骑，对吧？这个就是重甲骑兵。很多人说重甲骑兵厉害还是对吧？是不是最厉害？我跟你们讲啊，不一样。咱们可以看到啊，有的时候打到，比如说你打到倒数第2关许褚前面的时候，有那种骑着马的那种兵，那个兵呢没有盔甲，马也没有盔甲，兵也没有盔甲。这个是什么兵？这个叫轻骑兵。轻骑兵呢非常著名的有这个
白马义从，也就是公孙瓒的部队啊，曾经也是非常厉害的。这个两个呢，它的任务不一样啊，一个是对吧？比如说咱们冲锋加陷阵，对吧？冲锋就是冲锋营，陷阵营就是步兵啊重甲。这个白马义从呢，你听起来好像是有点像什么一帮骑着白马的这个将士，然后怎么样？其实呢啊，轻骑兵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追击，它不是正面战斗上打的，它是为了追击。比如说刘备，对吧？刘备想用这个，对吧？这个想去江陵啊，想去江陵渡口啊，去江夏搬救兵，然后呢过船去江陵。这个曹操在后面追啊，对吧？然后在长坂坡啊，这个赵云发生了一段纯真而又美丽的这个，对吧？救嫂子的这个救阿斗的这个功能。然后呢，张飞在断桥那个地方啊，然后呢，张飞在断桥那个地方啊，管这个白素贞和小青借了一把伞，对吧？然后呢，后来呢，这个对吧？后来知道张飞跟白素贞啊两个人，对吧？后来呢，张飞呢去那个叫对吧？那个叫什么？啊，当了个医生，后来生了个孩子啊，叫张之苓啊，大伙儿也不知道知不知道啊？反正是这个情况啊。后来这个又被那个雷峰塔给怎么样了？反正所以说我特别喜欢看这个白娘子这个作品啊，小的时候天天看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好，感谢我的元哥一手这个飞机啊，元哥一手坠机，哎。坠机了啊！坠机了！好了啊，其实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说到这个轻骑兵啊，这个轻骑兵呢，这个曹操也有啊，每一个部队他都有啊。有的时候像冲锋报信儿啊，追击敌人、追杀敌人啊，都是这种轻骑兵啊。轻骑兵呢，手重突袭啊，他这个人呢速度非常快。正所谓啊，大家伙儿知道啊，这个兵贵神速，对吧？率领轻骑兵30公里的这个路程，只需要对吧？30公里只需要这个半个时辰啊，半个时辰都少啊，都多啊，不对，说错了啊，只需要哥这么说吧，半个小时啊，半个小时山路，直接过关啊。隔壁海大爷，好啦，这元哥又一手飞机啊，总是想要坠我机，想要突袭我一手啊！好，先手一个飞轮，因为咱们不是蹲秒，后手抱气，解杀张飞一追一挑，这个张飞还是要后手抱气的啊。要哪吒滚轮的时候，然后再来一手抱气重置的。好，你看，张飞的抱气刚刚消失，就必须要点，就是不蹲秒啊，对吧？就是不蹲秒。半个小时山路，嗯。山路山边还有路啊，山路不是那个山上的路啊，不是山上那个树林子啊，是有路的啊。好，来看看一顿挫，挫这是要加气儿的，你知道吧？你看赵云一直在加气儿啊。对了，跟大家伙说一个事儿啊，就是说这个秒杀的话，呢，其实我现在还是在想一个，就有个想法，你说貂蝉和张飞能不能秒一手啊？貂飞组合，屌飞了啊！哎，貂飞组合是不是有点东西？貂蝉和张辽我已经看到了，这貂蝉和张飞。他俩搞一手啊，能不能秒19？我跟你们讲啊，我跑步，去喝酒，去年的时候我要减肥嘛，对吧？我要减肥，然后呢，我跑步去喝酒。我跑步喝酒呢，我哥们儿呢是在那个哪儿啊？他在那个西4、西5长安街，我是在这个桥北的这个。地名街的这个地名街和祥伦街这个转弯道，
其实我说啊，你肯定不了解啊，就是因为只有牡丹江人才知道的啊，就是我们城市这人才知道。但是呢，其实我告诉你，在高德地图上显示，大概是6.7公里。我从这个地方跑6.7公里，用了25分钟，兄弟们。当然我不是在奔跑，我只是在慢跑。6.7公里的路，我跑了25分钟，兄弟们啊，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当然这里面呢，第一呢道呢挺好，但是啊有红绿灯。虽然说我跑过去了，但是有的时候还得等点红绿灯啊，还是要等红绿灯的。这个要跟大家说，如果没有红绿灯，我可能会跑得更快一些，或者说，如果要是，对吧？我要是一直在奔跑的话，就当做竞技类的啊，就是想要探索自己身体的极限的时候，我估计还能再快一点，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我真没有吹，你们不相信，我真没吹，我特意记的时啊。如果要是没有障碍的话，我觉得，我那时候我这人，就我不是那个像《亮剑》里面那个什么师长，鄙人不善于奔跑那个，我说句实在话啊，我小的时候呢就喜欢跑长跑，但是我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小的时候不有那种，在学校里面不有那种体育队儿？什么叫体育队儿啊？就觉得你体质不错。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嘛。体育生呢，在高考的时候也可以加分也可以加分。甚至呢，如果你有非常好的成绩，比如说地级市，甚至是省级，国家就不说了，那肯定了啊。比如说你拿到了省级同等规格下的这个年轻人，你比如说你对吧，长跑、慢跑，或者说是各种体育项目，你能获得成就，那直接可以保送你到某些大学的。兄弟们，你不要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啊，包括什么音乐呀、美术。而且现在也是啊，不光以前，现在更是重视这种特长生啊。而且特长生虽然说文化的这个成绩不是特别好，但是不要紧。所以说大家伙啊，就是如果现在啊，很多人父母都说高考你数学不学好，英语不学好，给你报班。不要光想着这些啊，有自己的这个成就啊，可以考虑的，但是一定要足够的有天赋，足够的优秀。否则呢，你认为你优秀，但是事实上你又拿不到这个好的成绩。这个就很难受。但是为什么我就说跑步这个事儿呢？你像跑步啊，严格来讲呢，它不算对抗类竞技游戏。什么叫对抗类竞技游戏啊？很多人说那不对呀，你看那个什么刘易斯，又什么博尔特的，这帮人天天你争我夺的，这个人第一名，那个人跑破了记录了。事实上他们互相除了心理上的影响其实是没有影响的。这个就相当于我玩劲乐团，我玩我的，他玩他的。对吧？没有什么影响的，我不可能不像说我玩的好了，突然往他屏幕上扔个炸弹他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这个说法。当然你心里有压力那是你的事儿，是吧？所以说你要奔跑的话呢，如果要是你发现你跑的速度真的很快，然后教练一看，哎呦，这小伙子不错，如果是按照我们的呼吸法每天怎么锻炼，避免他在自己练的时候受伤，然后呢把饮食控制的好。身体呢一定要达到某一个体重像你这个身高一定要100，对吧？比如说135斤，多1斤不行，少1斤不可，这是最黄金的而且你的肺部我们怎么锻炼你的肺活量等等的包括什么游泳。这个时候呢，你想要游得快，对吧？你只要游得快就行，你不需要有人来对比。不像说咱们说培养足球、培养篮球，对吧？你自己对吧？你可能说你作为高中生，你都甚至可以打那种就是对吧？打那个大学生的队儿，你肯定很厉害。但是你发现真跟职业的一打，你啥也不是。你真跟职业的人一踢足球，你发现咱中国足球咱就不说了反正我就说这个意思你像这种有的人成绩，你看奥运会的成绩比如说咱们这个100米奥运会成绩9秒5几，我苏炳添可以跑到9秒99，突然就横空出世比如说黑龙江小狼这个人。突然他莫名其妙这个人可能不知道变异了不怎么回事，还是被闪电击中了，还不是什么，还是他爸是那个万磁王什么的反正这个人突然就跑了8秒多咱就我说这个意思那你就无敌了，你是这个世界上，我跟你说你是这个中国里面最赚钱的男人，没有之一，我告诉你真的你肯定比刘翔比什么姚明赚钱赚得多，我告诉你当然呢，姚明咱们比不了姚明主要还是人品好对吧？刘翔也是人品好。咱们抛开人品，咱就抛这个成就
那你肯定是比在体育上的成就，那绝对是超越这帮人的。我告诉你啊，那如果说一个足球运动员，你带领这个中国勇夺世界杯冠军啊，只要有你在，没有意外，什么梅西、C 罗全都给我滚犊子啊！那一脚对吧？开局就跟那个少林足球那个周星驰似的，开局砰一脚就直接一个弧线球啊，从中场直接一个闪电球就进去了，就跟那个热血足球似的，一个大炮球啊，一个那个飞镖球。你要这么那操，那你屌的要死了啊！跑8秒多进实验室了，那直接进实验室了是吧？好了，来飙嘛，是要先飙一手。好，张飞10级啊，飙好，百合两翅，大鹏展翅，倒忍魂轮落地爆气，再爆气，双爆反升级大鹏，好的，用大碗酒了。兄弟们用大碗酒了，白干酒啊，暴气加暴气，很强很强，这个所以说我跟你们讲，真的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你像这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事儿也是一样啊，我就说了一下这个我能跑那个6.7公里那个路程。还真是这样的，我还真，哎，但是吧，我要跟大伙儿讲啊，就是说这个现在呢，有一些家长教育孩子，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教育孩子这方面的事儿吧，其实对于我来说呢，还是有点难受的，因为啥呢？这个，因为大环境有的时候会改变一个人，对吧？有的，比如说，包括你像有的人当官，最开始每个人想要学习、想要当官的时候，可能都是抱着一副啊，我要当一个清官。啊，还你当清官啊？你老爹就是出了名的红包不到手，包你命没有，对吧？啊，月光，我还当一个贪官啊，对吧？他妈的！但是你当上官了，你会发现你要不是你爬不上去，你爬上去之后，你的上司提拔你那个人，对吧？提携之恩啊，不能忘。提拔你这个人呢，你发现他贪污，他妈的，他的上司也贪污，你的下属也贪污，操他妈，那你是？啊，对吧？然后你想揭发他，发现你连揭发的机会都没有。第一，你没有证据，啊，没有直接证据。第二呢，人家一看你想揭发他，直接就把你贬了，直接把你，对吧？啊，把你这个赶下去了，对吧？没跟你说吗？那电影里面讲的啊，这个对吧？当贪官要奸，当清官要更奸，否则怎么斗得过那些贪官呢？对不对？是吧？啊。TAS 17，赵云最多是 TAS 18啊，赵云是 TAS 18，人脑最多16。现在单秒最多的就是赵云啊，只有赵云能单秒18的啊。然后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就是说你像现在，你就是咱们大伙儿要是说你要想让孩子说什么，最简单的还是学习成绩好啊，这是。这个很多家长认为这就是最好的。事实上呢，这事实上是确实是一种啊，是孩子进步的一种表现啊，未来能够好一点的表现，这只是其中一种啊，有很多种啊。然后呢，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说啊，除了一些特长之外啊，我感觉还是如何教一个孩子做人。我感觉最好还是怎么教一个孩子做人啊？这个教人先教德嘛，对吧？先把这个德行教起来啊。好，来看看，现在吕蒙、张飞呢又看宝啊，他现在是无敌的啊，但是看宝呢，看宝消失了啊，不动也一样。好。还要等一个铁甲兵啊，等一个小兵，然后飞轮。好，无敌的啊！咱们看看飞轮起手，先打死一个铁甲兵啊，然后这个铁甲兵打成残废啊！哎，大哥，你为什么要打死啊？我的意思都不是唯一的途径啊，咱们说的意思不是唯一的途径。好，等他跳起来啊，这个不行点，面对着张飞的时候最好啊。
面对张飞的时候，然后跳起来呀的时候啊，来我们看看，好，咦，他妈的张飞是主机，这个 boss 傻呵呵的啊。好，准备好飞轮，你看这一个飞轮多少血？好，一个暴气，后手暴气大鹏展翅，跳 A 大鹏展翅，要不要前沿锁啊？不前沿锁了，不要9结账了啊。好，还是跟打张辽一个路子啊！啊，这个小兵差点立功，白鹤亮翅，倒转昆仑暴气，哎，不用暴气，哎，他这个吕蒙好像啊，对，因为对不起，因为吕蒙的这个飞轮打的血实在太多了啊，这个一个飞轮打的血很多，所以说导致了他内分泌有点失调的，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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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好，火烧连营，上来一捅就是讲命啊！还是疯狂的攒气儿，你看赵云打气儿确实有点东西。这一关呢，先秒沙摩柯，然后在秒吕布之前呢，赵云可以疯狂的打气，基本上可以打3颗气左右的啊，所以说很屌的啊。封张辽100连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好，刚才我们石佛哥3手坠卡，石佛哥3手坠卡没看见啊，多多少少有点，对吧？弄小的吧啊。好，紧无霸。大哥，你别闹了，操！你张飞给他剪的劲儿劲儿的啊！这帮人说啊，这本书说我是一本天书，张飞，你这个人智商对吧？对吧？你这个 IQ 有点低，我不让你剪。张飞说：“我就帮人拿着不行吗？不行，我不能帮你捡啊，太赖了啊！”好，进无霸。好，我去，这个金刚狼啊，这个女的，你看手里拿着个金刚狼的叉子，你看，蝎子女。好。哎，这个豹子，哎，这个豹子睡得真香，你看啊，真香哎！豹子好可爱啊，这睡得好好的啊！哎，你看这个打气儿的，这个打这个动物啊，都这么打气儿。你看，小的时候咱们打这个动物，特别害怕动物吼的时候，动物一旦练吼的时候吧，它无敌，关键它这个设计的挺恶心，对吧？就这样吼2下，包括熊啊、老虎都是啊，精神病啊。咱说一个成年人能不能单挑过一个老虎，我就不说了，大伙儿都懂的都懂，对吧？懂的都懂，不懂别问了。但是呢，这个你也不至于是你拿个兵器，你也不至于说打着打着这个老虎，对吧？吼一下你就无敌了，对吧？还有这一顿搓，哇！这个兵有点东西的，好卡住，对吧？先用药箱卡住，这边加压，这边就喷雾，玩流式。好，你看，哇，这里面天师符有2万分，这都不要啊！很多人有那个强迫症，知道吧？很多人都有强迫症，就感觉好像你不那个怎么样啊，就怎么样一样，对不对？懂得都懂，不懂别问了啊！好，一顿搓。你说这个笼子也是啊，一直关着这个熊。好的，一个毒正好可以毒死。
它这毒呢，虽然说一下毒不死这个熊，但是这个毒延迟时间长啊，吃了谢艾丽有延时时间，所以说直接就给搞了啊。来看看怎么说。嘿嘿嘿嘿，烧啊！好，飞轮起手，哪吒滚轮，暴气，反身位暴气大鹏，你看都是这个路子，跳 A 大鹏展翅，落地大鹏追地一挑，好的，2点百合啊，百合亮翅起手，正常应该大鹏的啊，跳 A 再挑3追，呀，西艾丽是什么啊？你不要误会啊，万艾可是万艾可，西艾丽是西艾丽，这是2种东西啊。这是2种不一样的东西啊！不要混啊！不要混了啊！有没有那种小的时候特别欠儿的那种啊？一进屋，这个铁甲兵不是必须要挥这一刀吗？有的人冲上去一个没防住，结果被砍一刀的，有没有？真的就可欠儿了啊！你们到现在还叫圣火令呢？是看那个啥，看那个《倚天屠龙记》看多了啊，阴阳圣火令啊，太狠了啊！好，来看看一个小黄，直接打就能打死啊 ！A 3下，直接死了。哎呦哎，你看这个线儿，看这个线儿，哎。直接捅死了，什么玩意儿啊！好，再捅几下也必死啊！一个土雷啊！为了烧一些太不容易了啊！挺腾腾腾，好，一个铁莲花，黑色啊！好，来看看一个毒，直接毒上，后手暴气，反身为暴气大鹏。你看这个路子感觉可以无限用啊！3追，我操，这吕布死的好惨啊！别怕，那只是幻象。好的。要进屋啊！3个盾，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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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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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好，一顿锁，啊，这感觉后面那个雕像啊，各种往下砸，你看啊，懂的自然懂。不懂别问了，操，这招太狠了啊！好，小飞轮，跳，一个火，但是已经不会出这个人了啊，已经被秒了啊！来，是卖血那个人。好，一个小旋风，1 2 3 4 1 2 3啊，一个毒，全毒上，百合亮翅挑起来，跳 A 大鹏展翅，回身倒转昆仑，落地一个暴气，好的，追地一挑，他赵云自己追了，血杀，好了，赵云自己追了啊，随随便便啊，这个无论怎么样都可以，因为血量少嘛，一个盾书。张飞11级现在啊，好，我们看看，这个是要蹲秒了，一个盾收，好的。啊哈哈哈哈哈！小的们看招，这是正版游戏啊，别看它是网络版，但它是正版。哎，
多强啊啊！好，感谢我们的狼哥，晚上好，一个三卡支持我狼啊！这现在趁现在啊有牌面的时候，赶紧办卡飞机火箭就往上上啊，对吧？再不上就没有。娘呀！娘呀！哎，怎么说？啊，感谢我们的阳光哥啊！他喊的没有我魔性，他喊的，你看我学一下他喊的，他喊的是娘，他没有像我这么饱满啊！你看啊，娘，对吧？你这就明显他不是一个级别的啊，这原配这不行，这个啊，娘逼了我都啊！你俩差不多得了，操！我嗓子都劈了啊！好，差不多了，一顿蹲，哎，反向蹲啊！好，一顿 A， 好，11级啊！好，还差分啊，还差分。咦，怎么还不打？因为他不够啊，他现在不够的，他要够分的，好吧？好，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勾引到左边，勾引到左边。好的，现在准备好一个多啊，一手加湿器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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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准备好，给他勾引过来。好了，背对着他。哎，还没勾引过来，还没勾引过来。哎。这俩人呢，这个前面没控好啊，前面没控好，反跑。张飞是主机，勾引一下，好的，背对着自己，太清丹经，小龙，傀儡娃娃定住，这个位置不是特别好，不过还好。招安壮一个毒，好，张飞扔毒，看没12级了，看不见？百合两翅，再百合两翅，倒转昆仑，升级暴气。这个为了这12级啊，也确实是有点难受的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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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这个路子啊，和氏璧，反正谁吃啊，这个都可以进门啊。但是呢，这个和氏璧是可以防，这我到现在来讲，它到底是防爆属性的，按理说应该是防爆属性伤害的，对吧？它设计的是应该是这样的。哒哒哒哒，噔哒哒哒哒哒。把你又玩流士，玩流士太嗨了啊！噔噔噔噔噔。玩流士，玩流士其实是最狠的
啊，那干啥都是玩流式啊。好，还剩最后一个铁甲兵，可以先进屋啊。小的时候都是这么玩的，先进屋，然后呢，基本上就没事了啊。先进屋，打开保险柜，然后一会儿呢还会出现骑兵的啊。和氏璧，哎，你说那个汉朝的时候，对吧？你说那个都已经东汉末年了，怎么还会有和氏璧呢？啊，对吧？虽然说没有明确的证据，秦始皇是拿和氏璧给它打造成了传国玉玺，但是呢，对吧？那你和氏璧那就丢了呀，对吧？那照这个说法就丢了，那就不是和氏璧了，那就是传国玉玺了，对吧？你干脆还是给它，对吧？它那个和氏璧，它那个样子啊，真的像一块玉的，它是一块玉啊。而这里面大家伙知道，这个游戏有一种分数叫2万分，那个2万分长得像传国玉玺。但是咱实话实说，如果真的是传国玉玺，我感觉得讲一条命，我操！现在啊，你要问一下咱们中国的这个历史文物最值钱的是什么？我实话实说，最值钱的就是传国玉玺。很多人说那9个鼎是不是非常值钱呢？当然，那9个鼎呢，由于那时候的这个冶炼技术啊，再加上现在说句实在话，那个鼎也没啥特别的啊，因为不如这个传国玉玺这个故事多，对不对？刚打完电话，嬴政说是和氏璧。对吧？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个秦始皇是拿和氏璧做的啊。到目前为止没有直接证据啊，都是间接证据啊。秦始皇陵以目前咱们国家的这个技术呢是打不开的啊。然后那个日本呢号称自己有这个技术可以打开这个皇陵的技术。事实上就是很多人说打开不简单，直接就挖了就行了吧？这个很难啊。这个说白了，你挖完之后呢，由于长时间，对吧？它在那种环境下，你们拿回来之后呢，可能瞬间就氧化。想当年挖那个马王堆的时候啊，这个对吧？就是有好多文物啊，打开之后啊，瞬间不到10分钟啊，全都破坏了，全都就氧化了，然后感觉瞬间就傻逼了啊。后来发现啊，确实需要技术的啊。但是呢，你要不然就是传国玉玺，要不然就是和氏璧。那你和氏璧，你要不然就叫传国玉玺，要不然，那它就不是，对吧？因为毕竟《三国演义》里面，这个咱们是基于《三国演义》改编的这么一个游戏的话，那么遵于《三国演义》的原著，那这个和氏璧啊，就是楚王的那个和氏璧。后来呢，围魏救赵去了，后来就是完璧归赵啊，后来又秦始皇统一6国，后来对吧？这个秦始皇打造。后来的这个传国玉玺呢，就掉到那个洞庭湖里了。后来呢，又被人给送回来了啊！送回来之后呢，这个秦始皇驾崩，啊，秦2世惨死，秦3代呢，这个自降为秦王，把这个传国玉玺交给刘邦，啊，后来呢，刘邦夺取天下啊，对吧？不就这么个故事吗？啊，刘邦完事之后呢，精力传到了这个王莽这个时代的时候啊，这个王莽呢篡汉。跟他自己的姑妈啊2个人对吧？相互争夺，以导致这个摔掉了一个角。后来呢，为了让它好看啊，给它镶了一块金子，所以叫金镶玉，对吧？然后呢，摔掉一个角，镶上金子之后呢，咱们看一下啊，这个三国演义那个电视剧啊，你看那个袁术手里拿着那个传国玉玺的时候，确实上面镶了一块金子啊，细节处理的特别好啊，细节处理的特别好的啊。不是摊分啊，摊个屁分了！摊分2个人摊分，他妈肯定要克顿书了啊，那肯定是要摊分的。但是这个跟大家伙讲一下，它是在控分、控级数，然后呢打气儿。一会儿呢，咱们后面还有3个 boss， 这个 boss 打完了还有3个 boss， 一个 boss 打2次外加黄盖，所以说你懂的。好，感谢刚才我们的 TUON House 啊 ，TUNI House 赠送我狼的2张办卡，多谢。先手一个余孽，好，一个9节杖起手，暴击大鹏，跳 A， 摇起来倒转昆仑，一个暴气，这个伤害已经够了啊。这种追地，你看他选择双追了都啊，再跳起来1根，然后再来1追1挑，跳 A。噔噔噔，
就是每到王朝对吧？这个更换的时候啊，这个每到王朝更换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奇人异事啊，对吧？你说王莽是穿越的，那你还不如说刘秀呢？刘秀怎么说？刘秀是修复对方穿越的是吗？啊，对吧？这个刘秀啊，就每个朝代对吧？更替的时候都有这个啊，对吧？都有这个奇人。很不可思议的那种奇人啊！有的人叫王莽篡汉，有的人叫王莽代汉。这个东西，王朝更换啊，这种事儿吧，一共就这么几种，对吧？第一种就是来的最简单、最直接啊，造反。知道吧？无论是民反还是什么的啊，就造反，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是外族，对吧？比如说元朝啊、清朝，还有这个，比如说像类似于像什么啊，像什么这个两晋南北朝那个，对吧？对吧？这个所谓的这个啊，这个外族人士啊等等啊，当然呢，一统环境下呢。还是以什么为主呢？还是以这个元朝跟清朝为主啊？这个对于汉人来说呢，这应该都可以叫鞑子啊，都叫鞑子，有叫蒙古鞑子，有叫这个满清鞑子啊，呀等等，对吧？然后呢，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这个一般来讲呢，就说白了就是篡位啊，一些权臣或者说是王爷啊，就说白了就是王啊，这个篡汉权臣。还有呢，就是外戚啊，比如说你像那个那个唐高祖李渊是吧？他就是也是有啊，包括像咱们看那个隋朝的那个对吧？杨坚啊，隋文帝是不是啊？也都是这个路子啊。造反的话呢？这个理论上来讲，造反成功的人，反正就是你朱元璋啊，也算就他，你说他造谁的反？他自己他妈汉人的江山，按理说按照王朝的来讲，他这个应该是造大元朝的反啊，包括陈友谅也是，但是他们后来又打，对吧？他们后来打呢，对吧？那就是为了争夺政权嘛，啊，对吧？你懂的啊。然后呢，再就是还有什么呢啊？还有就是禅位，从这个奴隶制社会之前起源啊，对吧？尧舜禹，对吧？禹后面呢又变成了这个夏启啊，建立了这个咱们叫华夏啊，华代表中华，夏就是夏朝啊。这当然呢，现在主流历史学家呢无法证明夏朝的真实存在性，但是这个商朝呢啊，还是对吧？还是有记载的。这个商朝啊，商汤到后面呢，商纣王。啊，对吧？那个时候咱们叫王也不像那时候因为他没有这个封建制度啊，所以说他也没说叫什么天不天子什么，对吧？那种啊，纣王就完事儿了。然后呢，文王、武王啊，再加上这个周公啊，周公姓姬叫姬旦，对吧？姬旦。这个再往后呢，周朝大家伙都知道啊，到最后周朝就变成秦朝了，对吧？啊，秦朝、秦汉啊，两晋啊，对吧？两晋南北朝，外加这个。对吧？这个隋唐啊，这个五代十国宋啊等等这一系列下来，再就是禅位的话，你像那个曹操的儿子曹丕啊，这个曹操的儿子曹丕啊，他就不算是禅位了，严格意义上来讲呢，他应该算是篡，而这个司马昭，严格意义上来讲也是篡，其实都是在这个统治者。这个不同意啊，就是没办法啊，不同意也没办法啊，无奈之下啊，对吧？我禅位给你。而这个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像这个啊，咱们刚才说哪呢？你说刘备是什么啊？刘备呢说这个汉献帝啊是被这个曹操给杀了。在这个《三国演义》当中呢啊，这个确实是啊，就说那个在啊都是流传这个汉献帝呢，在这个被迁往这个赐他为这个叫什么叫山阳公是吧啊？我也不知道是山阳公还是什么公，我忘了。反正呢就给他封了一个公爵啊，给他封了公爵之后呢，在路上就据说给他整死了啊。然后刘备呢
借着这个事儿啊称帝，对吧？他的意思是我本身我就是，对吧？你汉对吧？那个东汉对吧？东汉汉光武帝刘秀，我是汉昭烈帝刘备，我也是有血统，我也照样可以，我有资格，也是皇叔嘛。那现在呢，汉献帝呢已经也没有后嗣了，对吧？到我这儿我就无敌了，那我就对吧？我这个刘备呢就叫后汉或者叫季汉，这个是不是合法呢？严格意义上来讲啊，按照《三国演义》里的说法，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合法的。为啥是合法的呢？因为呢他是皇帝亲封的皇叔。大家伙都知道啊，这个皇帝的继承人有很多种，比如说，对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兄终弟及。这个如果要是兄，对吧？你又没有儿子，又没有弟弟啊，没有皇太子，没有皇太弟啊，都没有，那怎么办啊？甚至你可以干儿子，你可以找自己的叔叔，或者找自己叔叔家的儿子。对吧？这种情况太多了，你包括那个宋朝的，对吧？北宋的最后一个皇帝，啊，这个徽钦二帝啊，最后一个皇帝是宋钦宗是吧？啊，这个对吧？这个尤其是宋徽宗呢，严格意义上来讲，他就是最后一个了啊。那后面那个就纯属扯犊子了啊，那就不说，两个人都被抓走了。这个宋徽宗他上位，大家伙看那个《水浒传》里面那高俅。对吧？他上位最开始他是王爷，他其实按理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能当上。包括明朝啊，这个也是啊，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孩子，咋整啊？咋整？那找一个吧。还有那个咱们看后期那个光绪皇帝，对吧？那个对吧？嫡系皇帝应该是同治皇帝，皇帝呢吧21岁就没了啊，没了怎么办？那没办法，那找了个这个对吧？找了个这个亲王家的孩子，哎，立他为光绪皇帝啊，你看对吧？这种对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兄终弟及，甚至呢，你像明成祖朱棣啊，朱棣啊，这个英文名叫朱棣啊，这个人呢，他严格来讲呢，他就是皇帝的叔叔，对吧？朱元璋的孙子啊，直接跨过朱标啊，朱标死了，朱标长子嘛死了。朱标死了之后呢，我就喜欢朱标，那朱标他这个朱见闻啊，我也对吧也喜欢，那就直接传给他。传他之后呢，这个对吧，韬光养晦的这个明成祖朱棣他不干了，他就直接就反攻应天府啊。后来他给自己这个北京叫顺天府啊，还有奉天府。奉天府那奉天大伙都知道是哪儿，不说了啊。应天府、顺天府，他就后来他叫明成祖，对吧？封祖的人你也知道啊，都得是开国皇帝。那你不是开国皇帝，你叫祖，那就得有丰功伟业，比如说像。是吧？像康熙是吧？对吧？就这种，所以说跟大家伙讲这好的，感谢我们的退后哥一首卡丁车啊，迎春飞是啊，一飞一卡，我又坠了，我这个有点看不到这个画面啊，有的时候这个飞机我看不着啊。朱建文去了啊，朱允文，我是朱建文去了，说错了啊，说错了。好的，这个叉腰哥一顿神抽，请问这个叉腰哥抽到东西了吗？啊，我得问一问啊，这个是升坠了，退后哥不用多说了，确实升坠了啊，这个有点欺负退后哥了啊。好了，然后这个不是我说的不是朱标的长子，我说朱标是长子啊，我说朱标是长子，是嫡长子啊，应该这么说，应该是嫡长子啊。这个嫡子，你像康熙他那个长子，他就不是嫡长子，对吧？嫡长子应该是老二，应该是那个允嗣啊，不是允嗣去了，这个叫允什么？允什么啊？这个叫胤禛啊。后来对吧？你这皇帝是老四嘛，所以说要给他改名，姓允，叫允什么了啊？就必须改名了啊，对吧？当皇帝只能皇帝叫胤，只有那个老13后来给追封，对吧？把他这个名字改回到胤什么啊？常务副皇帝嘛啊。然后这个大家伙都知道什么意思吧？就是说啊，刘备合不合法？我认为是在《三国演义》里面的描写绝对是合法的啊，绝对是合法的。因为《三国演义》里描写呢，是人家皇帝亲封的皇叔，而且论资排辈的。你这个事儿如果真的没有后代，没有叔叔，没有啥的，你对吧？刘备是有资格的啊，是有资格的。然后再就是那个谁啊，再就是那个。比如说那个咱们刚才说的那个，你说孙权称帝，他算什么呢？孙权称帝啊，算造反。孙权造谁的反呢？对吧？
名义上很多人说他造谁的反？那就把汉朝吧，造汉朝的反吧？不对，因为呢，他还没称帝的时候，汉朝就已经灭亡了啊。刘备这边呢，他又不认啊，对吧？在名义上他对吧？他又不认。他后来他怕这个刘备打他，当然后来刘备输了嘛，刘备这个被火烧连营了啊，对吧？他怕刘备打他，他没办法，他怎么办啊？他对吧？他向这个曹丕呀称臣，他说这个他说丕哥啊，对吧？曹操跟我爸是一辈儿的，我对吧？咱俩也是一辈儿的，我管你叫一声哥，对吧？咱俩各论各的，我管你叫哥，你管我叫爸，好吧啊？反正呢是啥意思呢？我管你叫哥，那你封我为对吧吴王？我就向你称臣。很多人说封你为吴王，为什么向你称臣呢？那凭啥呀？凭啥封你为吴王啊？大家伙要知道啊，天子最大，天子下面是王。你比如说曹操，他也是魏公啊，然后变成魏王，后来呢，魏王可以立4世子啊，对吧？才篡的汉。然后这个包括这个晋公啊，这封王封公啊，这都是大爵位啊，这一非同姓是不封王不封公的，知道吧啊？是这个意思啊。一般来讲呢，这个封你一个侯，封你一个县侯就到头了啊，要不然你就造反，要不然没有什么好下场。好的，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直接就是选择一手这个单豹加这个张灵剑双豹，然后再跟，非常的赖的啊。然后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说这个吴国呢应该是造反，他造曹丕的反。啊，他向曹丕已经明文向曹丕称臣了啊！后来呢，他又跟刘备联合一块儿，又过了很多年啊，孙权才称的帝，知道吧？他才称帝的。孙权是当皇帝当的最晚的啊，非常晚的，他比人刘禅当的还晚。我告诉你啊，这个非常的面啊。好，叉腰哥又是一顿抽，哎，怎么说啊？叉腰哥这个今天这个点儿啊，想抽飞机都抽不到，这个劲儿的啊，有点难受了啊，有点难受了。然后呢，再就是什么，跟大伙儿讲一下。那如果说是还有什么情况呢？是这种，就是比如说咱们叫造反，咱也不叫篡汉，反正当皇帝一共就这些种啊，挺多种的啊。还有哪些种呢？有那种被迫当皇帝的啊。什么叫被迫当皇帝呢？你比如说白了，大家伙儿都知道是谁的天下了。比如说曹操的儿子很厉害，曹丕这个人很厉害，对吧？哎，曹操的儿子很厉害啊，死的早，咱就不说啊。他孙子这个很厉害啊，孙子很厉害，这个当皇帝啊也是魏明帝啊。你听啊，他的名号是啊，他这个谥号是明啊，这个魏明帝啊，这一个明字往这一摆，说明他还是有点东西。但是呢，死的太早了啊。然后再往后呢，这个像什么曹芳、曹毛、曹奂啊，这个曹奂还挺好听的，这个曹芳。妈听起来就像女的啊！这曹毛，我是这不知道咋起名，为啥要起名叫曹毛呢？我真服了啊！啊，你看这些人呢，就不行啊，就是明显就是傀儡娃娃啊！你像这个，对吧？有的人被迫当皇帝的也有，对吧？你像那个，这个宋朝啊，是不是宋朝？北宋时期的时候，两个皇帝好像是被抓了。是北宋是南宋，我忘记了。有一个大臣啊，这个他让这个是大辽是后金呐，我忘了啊，是让他这个大臣来当皇帝啊，逼着你当皇帝。这个大臣呢当了一阵的皇帝，他不敢当啊，后来他反正他难逃一死啊。这个封建社会，这个叫什么来着？我忘记了，大家伙知道吗？啊，这我不知道大家伙忘不忘这个事儿啊。然后那个赵匡胤那个事儿啊，是一个比较另类的。张邦昌，对，这个张邦昌啊，鬼畜经纪人说的没错。好了，一手倒转昆仑暴气，后手暴气。赵云刚才是放那个隐身衣啊，所以说比较稳的啊。一个斗，张飞追地一挑。张邦昌，对，没毛病啊，这个记得很清楚啊。有的时候你像我，虽然说不是专业学历史的，我知道一些事件。当然呢，具体什么年份叫什么名儿，咱就是一般。你像我这样主持人，我要专门想给大伙讲历史，我会备课，我会做这个备课的啊。比如说我会提前认知一下，然后呢我再给大伙讲。像这种啊，我这种随意的讲呢，难免有的时候会忘一点东西，大家伙不要介意啊，不要介意。
然后再就是你像刚才有人说赵匡胤，这个赵匡胤是什么呢？跟大家伙讲一下，他呢其实就是权臣，兄弟们啊，他其实就是权臣，他本质上是权臣。但是呢，他对这个之前的这个后代啊，他对这个叫什么来着？柴荣的这个后代啊，还是不错的啊。这个孤儿寡母呢，说你呀也别当皇帝了啊，这个你干脆让我当，对吧？反正你也没有一统天下嘛，对吧？反正你就差那么一步，兵权在我这儿，干脆啊，对吧？我封你们，对吧？一辈子荣华富贵，丹书铁卷，你干脆啊，你就对吧？你就让我当吧。但这个话是谁说的？这谁说的？这个是谁说的？这个应该是他这帮权臣说的吗？其实就是他说的啊。他本意上他就是想当，在陈桥那个地方兵变了。这不是这个好的，感谢我们的9000万纯净水啊。然后后来这个赵匡胤呢，也对这个功臣呐，啊，他不像刘邦，他更不像这个，对吧？更不像这个，对吧？这朱元璋啊，对吧？他这个对这个权臣啊，对自己这些捧他的人呢，还是挺善终的。但他唯独忘了一个人，忘了谁呢？他的弟弟，他叫赵匡胤，他弟弟叫赵光义，啊，这个名字有谐音。这个赵光义呢？啊，一个是宋太祖，一个是宋太宗，太宗啊，对吧？这个为什么说，对吧？这个太宗皇帝呢，对吧？为什么说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叫这个赵光义后来当皇帝呢？你想啊，这个是兄终弟及嘛？哎，就是兄终弟及。但是呢，啊，咱们大家伙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成语叫竹生浮影，对吧？这个哥俩一起喝酒。然后呢，有人在外面听啊，怎么是你是吧？啊，原来是你，竟然是你，还不是怎么地？后来呢，就死了。死完之后呢，怎么死的不知道啊。后来这个赵光义就当皇帝了啊。这其中啊，可能有一些什么阴谋论什么的，但是该说不说吧啊，他这弟弟当皇帝了啊，这就是兄终啊，弟了急了，是吧？兄了终了，弟了急了，对不对？对吧？这个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个兄终弟及，对吧？就是也有啊。你像这个，咱们看那个，这个《天龙八部》，大理呢有个段氏，啊，大理段氏呢，啊，首先这个段正明当皇帝呢，可能是跟这个，因为在那个小说里面啊，咱们讲的，好了，先是一个必杀，然后暴气，反暴大鹏，啊，这个就是常规秒杀，跟秒张辽是一样的啊，最后再是一个哪吒滚轮加暴气的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这个段正明呢，当了皇帝之后呢，这个云南大理这个皇族啊。他愿意出家，他信佛教啊，他愿意出家。他愿意出家呢，这个段正明呢，对吧？是一个对吧？佛教坚定的这个信仰者，他怎么办？他就找了一个这个对吧？自己的弟弟啊，他封自己的弟弟为皇太帝啊，皇太帝。很多人说什么皇太帝，我就知道什么太子，对吧？对吧？皇太子，这皇太帝是什么？哎，皇太帝就是哎，如果我要是完事儿了之后啊，就由他来接任皇帝啊。当然呢，也有皇太子和皇太帝同时存在的啊。这个皇太子呢，身体不太好啊，病殃殃的，就这一个儿子啊。大家伙都知道活不长了啊，赶紧封个太帝吧，没办法啊，没办法啊，兄弟还情深怎么办啊？这个后来呢，这个对吧？段正淳当皇帝。然后呢，就让给段誉当皇帝啊，段誉后来就当皇帝，对吧？当然呢，这个大理呢，那是个小国家啊，那个咱就不说了啊。那个国家说难听点啊，那个 GDP 啊，跟什么宋朝啊，跟什么大辽啊，这都比不了啊，这都是吧？这个确实很小的一个国家啊。好，白鹤亮翅，大鹏，这实在是啊，这个秒杀，你看全程没有蹲秒，但是这个套路啊，都非常这个专一，就是非常实惠的一个秒杀方式。这个秒杀方式呢，需要极强的配合能力。不是花里胡哨那种，但是呢，这个确实很厉害啊，确实很厉害。好了，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我们的这个2位小伙伴带来了精彩演出。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如果大伙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们下期再见吧。